I don't know what I'm meant to feel anymore. I take it out on my girls and I smash that door. I fucked around with myself and I let you know. 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纪录影片。在日本，有些寺院神社具有强烈的特色，除了可以祈求另类的心愿，还兼具视觉趣味及文化雅致。刷到社交媒体上的热门打卡景点，不需要有明确的因为所以，去这些具有视觉趣味的地方看看，好像也是一种人生的小冒险。分享京都4间寺院神社，有会让人不自觉微笑的视觉趣味。现在就跟我一起探访这4间具有强烈特色的寺院神社吧。看过《鬼灭之刃》后，我对山猪这种动物便开始有了好感。在京都御苑旁边，就有一间由山猪守护信仰的神社。护王神社主要祭祀的对象是对平安京建造有功的和气骑马吕。他被流放的期间脚受了伤，在行程中被300头野猪保护，还守护他的双脚痊愈，所以野猪就成为护王神社的象征，也成为祈求脚和腰健康的守护天使。鸟居门口的守护者不是破犬，而是山猪。守水社也有山猪，听说在洗手的时候摸一摸猪鼻子，就会有好运哦。这是由超过300年树龄的桂树雕刻而成的飞翔母子猪。当然也有发挥创意的手绘野猪绘马啦。喜欢嘴平蚁之助的人，应该也会对这里感兴趣。来这里拍拍照，感受野猪的灵性。离谷山不动院离车站有段距离，需要有点体力才走得到。喜欢《有顶天家族》这部作品的人，一定会想要来离谷山不动院朝圣一下。这里是作品里的场景原型，更吸引人的是，这里有很多狸猫。境内每只狸猫的表情都不同，可以找找看哪只和自己最像。这里的狸猫其实是信乐烧狸，是江户时代后期开始出现的工艺品，通常会放在商店里。信乐烧狸一手拿账本，一手拿酒瓶，象征生意人需要的信用和人缘。狸猫象征吉利，
运动员、歌舞伎也会来祈求才艺精进。到本堂有250阶台阶，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只狸猫为我加油。中途也有弘法大师在打气。本堂有点像是清水寺，有个悬造舞台，下方还有个破魔剑，这是刚建造完成时为了防止邪物入侵而放置的。在250阶有只举起酒瓶庆祝的狸猫在迎接我呢。离谷山不动院祭祀的是能去除厄运的不动明王。境内虽然有股严肃的气氛，但是沿路上有这些狸猫陪伴，心都被疗愈了。来的路上会经过思仙堂和圆光寺，可以串成一个一日行程，感受洛北地区的幽静魔力哦。很多人是透过千本鸟居这个画面，而对京都产生第一印象。这个经典画面的位置就是伏见稻荷大社。在电影《艺伎回忆录》里出现后，本来就热门的景点，开始霸占外国观光客必访景点的前几名。门口不是破犬，而是狐狸。是因为狐狸是稻荷大神的使者。全国有3万座稻荷神社，京都这间稻荷大社就是总社。稻荷是农业之神，能保佑五谷丰收及商业兴盛。稻荷山上连绵不绝的朱红色鸟居，就是信徒祈愿后捐款建造的。由此可见，这个信仰的超高人气。除了壮观，走在其中，感受大家的祈福愿力，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与庄严。在半山腰的地方可以休息一下，看看京都的市景。
想攻顶走完整座山，大概要花上3个小时。山顶反而没有开阔的视野，不过观光人潮少了很多，有机会拍出没人的空景。谁不想让自己看起来更美一点呢？来到和合神社，变美的心愿就能实现。这里供奉的神明是日本第一美丽神的御医机密，能实现大家想变美、好姻缘、安胎顺产的心愿。根据这种想变美的心态，衍生出这里最有名的镜绘马，就是像手拿镜造型一样的绘马。除了在背面写上心愿，还可以在画有五官这面涂上自己平时用的化妆品，也可以用神社准备的彩色笔，在专属的化妆间专心帮绘马化妆。整面由无数少女想变美的心愿拼凑而成的许愿墙，是这里的网红打卡景点。旁边卖的美人水是用神社里的御神水和梨花蜂蜜制作的，具有抗氧化和美白的功效，保持肌肤的年轻状态，也是变美的体验之一哦。这里的御手也很有趣，叫做镜御手，可以贴在镜子上，每照一次镜子就变美一次，化妆的时候就越来越有自信了。虽然这里是女性的能量景点，但就算是男子，来感受一下大家想变美的认真态度，也是很有趣的体验。和合神社旁就是世界遗产下鸭神社，把这两个景点串在一起，感受最古味的京都。在京都参拜寺院神社是日常的仪式，看似庄严肃静的场所，有时却藏着神明的童心，用带着趣味的形象，让人更安心地接近这里，放心地与他沟通，少了距离感，却多了让人不自觉微笑的温馨感。如果你也喜欢参观另类的小众景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跟我一起探索那些能转换心情的好地方吧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